嘿，你好啊！今天我想和你聊聊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但又常常被忽视的话题——自我怀疑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但站在镜子前，心里却有个声音在说：“你真的可以吗？别人会不会觉得你不够好？”或者，当你面对一个机会时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堆万一失败了怎么办的念头。说实话，自我怀疑真的太常见了，但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其实，克服自我怀疑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。今天，我想和你分享一些简单但超级实用的方法，帮你从自我怀疑的泥潭里走出来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自我怀疑其实并不是你的敌人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它更像是一个过度保护你的朋友，总是担心你会受伤，所以拼命地提醒你小心点，别冒险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朋友有时候太啰嗦了，甚至会阻止你去尝试那些真正能让你成长的事情。所以，克服自我怀疑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认识它，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须消灭的敌人，而是试着和它对话。比如，当你听到心里那个声音说你不行的时候，你可以温柔地回应他：“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这次我想试试看。”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我知道，光靠这一句话可能还不够。接下来，我想和你分享一个超级有用的方法，叫做事实与感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自我怀疑很多时候是基于感觉，而不是事实？比如，你可能会觉得我不够聪明，或者我肯定做不好，但这些真的是事实吗？还是只是你内心的恐惧在作怪？这里有一个小练习，下次当你感到自我怀疑时，拿出一张纸，分成两栏，左边写上事实，右边写上感觉，然后试着把那些让你怀疑的想法分类。比如，如果你担心自己不够资格申请某个工作，事实可能是我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或者我学过相关的课程，而感觉可能是我觉得别人比我更厉害。当你把事实和感觉分开时，你会发现，很多让你怀疑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事实往往会给你更多的信心，而感觉只是暂时的情绪而已。说到情绪，我想再和你聊聊另一个重要的点：接纳不完美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完美的世界里，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光鲜亮丽的生活和成功的故事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些看似完美的人，其实也有他们的挣扎和怀疑，只是他们选择不把这些展示出来而已。所以，当你感到自我怀疑时，试着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不需要做到完美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正是那些不完美的尝试，才让我们学到最多东西。比如，你可能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开始写博客，但其实，即使你的第一篇文章写得不够好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至少你开始了，而且你会越来越好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：行动永远比思考更有力量。自我怀疑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让我们陷入过度思考的循环。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：我真的可以吗？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些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，
除非你真正去尝试。所以，当你感到自我怀疑时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采取行动，哪怕是很小的行动，比如写下你的目标，或者做一个简单的计划，都能帮你打破那种卡住的感觉。记住，行动是打破自我怀疑的最有力武器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如果你现在正被自我怀疑困扰，我想对你说，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但请记住，你比你想象中要强大得多。试着和你的自我怀疑对话，用事实去对抗那些不真实的感觉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然后勇敢地行动起来。相信我，当你真正开始行动时，你会发现，自我怀疑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它只是你成长路上的一小段插曲，而你已经准备好去谱写属于你的精彩篇章了。